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5月22日，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出手，严厉处罚富途、老虎、长桥3家跨境互联网券商。紧接着6月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首次把居民个人写入对外投资的监管框架。香港证监会、金管局、券商都同步配合了中国官方的监管措施。史上最严的境外投资监管背后，折射的是中国人对境外投资，特别是对美股的热烈追捧。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25年中国居民的资金外流预计达到807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投资纳斯达克俨然已成为一种最聪明的理财选择。有许多人为了买美股，亲身去境外开户，甚至规划获取海外身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中国人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买美股？这一期我采访了中国的年轻人，我发现他们对美股的投资不仅意味着能真正赚到钱，取得长期的经济保障，更意味着一种对自由、独立自主、逃避政治压力的追求。首先是来自广东的 Stephen， 他刚毕业没多久就在 A 股亏了10万元，之后7、8年没有再碰股市。他在来信中说，投资美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投资与投机的区别，也重新对股市产生了信心。Stephen 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多大年纪了，是做什么的，住在哪里呢？我现在在广东这边生活和工作，我今年是33岁了，主要从事的是 IT 相关的一些工作。你在来信一开头就说大 A 就是 A 股，就像一个圈钱的骗局，一个赌场，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也在大 A 里面投资过，大概在10年前了。当时不能说亏得血本无归吧，只是说也是遗憾离场了。从那之后，我觉得慢慢经过了10年，慢慢让我觉得整个大 A 它并不像一个正规的一个资本市场一样的，起码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些股市。你说大概10年前，你大学刚毕业，我猜应该是2015年，因为那次有一次挺大的 A 股大涨，你从你父亲那里拿了30万人民币了进去。你说当时对国家信心满满，你能说一说就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吗？你为什么那么有信心？2015年大概是我正式工作的第2年了，我大概是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股市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上升的趋向了。我的父亲呢，当时就开始进行了一些炒股的这些动作，他就跟我说：“哦，觉得给我孩子也锻炼一下吧。”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他就说我这里有笔钱，他也挺支持我去学习一下这种理财的知识的。那他就给了一笔钱给我，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随便的开通了一家券商，在国内当时比较火的应该是医疗或者白酒之类的这种 ETF 基金，我就往里面去买，大概维持了有8到10个月，然后就遇到了那一波大跌，然后我算是没有在山底下才跑，半山腰吧，就算在半山腰跑，我也是亏掉了10万元人民币。反正就是大家说啥你就跟着买啥，是吧？其实你没有什么投资知识，也没有什么自己的判断，是吗？对，没有任何的理财知识，我的父亲也没有说，传授一点经验给我，或者说是我能从什么地方获得一些这相关的资讯。当时整个互联网里面，我连他们所说的什么 D 加几、T 加几，或者说是什么交易、什么 K 线、什么名词、炒股的一系列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就是个纯小白，像一个赌徒一样，然后把一笔钱放在了一个老虎机里面也好，什么样也好，然后按动按钮，它就赢钱亏钱，赢钱亏钱，每天就这样。你在信里面说痛定思痛之后，你决定再也不碰股市了，你坚持了多久呢？这个一直持续到大概是有7、8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没有碰，但是偶尔会去看一看身边的人他们在做什么。有的人会跟我说：“哎呀，快回来
A 股吧挺不错的，现在又怎么样？但是我内心里是很抗拒的，毕竟曾经吃了这么大的亏。当时对于一个学生刚毕业的人来说10万块真的是一笔巨款。对，你那时候工资大概多少钱呢？我第一份工作大概是2800人民币一个月。天呐，2800人民币一个月，然后你就一下子亏了10万，那确实是挺多的。那你在那期间这7、8年时间没有碰 A 股，你存钱了是吧？你是比较节省，你存钱以后，你做过理财吗？或者其他的什么投资？你存了钱是放在哪里呢？从我开始退出大 A 以后，可能直到我再次接触股市之前，应该存了有10来万。唯一做的一次这种投资行为是把它存进了银行，做了一种定存。就定期存款哦，那真的是收益是非常非常少的。对，你说3年前你又回来了，是偶尔发现支付宝里能买美股，你能说一说是怎么回事吗？这个刚好是在疫情结束的时候，我整个人被疫情也改变了。通过像看您的节目，然后开始学习了一些历史上的知识也好，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也好，开始慢慢了解整个互联网，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全世界大家都在做一些怎样的投资理财，或者说是相关的东西。从这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第一次了解到有美股或者说是纳斯达克这种东西存在，然后就重新开始去慢慢学习它。你说这3年让你重新认识到投资和投机的区别，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就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投机它更像是一种赌博性质，就是你只想着说我短期内把一笔钱投进去，然后短期内有高额的回报。投机更像是你拿一笔小小的钱，通过杠杆去撬动起来，让你自己瞬间的暴富。在我看来，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也好，或者说是大 A 也好，或者说是跟赌场一样，它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大部分人都是想通过短期暴富，而投资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的行为。但是这个长期的行为必须建立在这个市场，它是一个公平的市场，一种可信的市场，有正规的政府监管，或者说是合理的、合法的，不会受到外界或者政府干扰的一种市场，它才具备这种做长期投资的一种理财方式。那你觉得中国 A 股是不具备的，是吧？没错，因为我觉得发生过太多这种事情，一句话，领导的一句话，或者说是一些公司的一些行为，对吧？假账，或者说是各种财务报表的造假。之前还有人说，开玩笑说，像什么高盛、摩根大通这种进来中国市场也得亏得裤衩子没有才走掉。裤头都没有了，是吧？对的。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开始换汇到香港去办了银行卡，又开了美国的券商？你能稍微说一下吗？就是这个过程，这一套办下来麻烦不麻烦？你的钱是怎么出去的？你愿意说吗？大概在24年的10月底，我记得很清楚10月底我去到了香港。因为我是在广东这边，香港离我来说非常的近，相比于其他城市，我过去来回车票可能只需要200块钱，然后签证就是港澳的签注15块钱一次，这个是很基本的成本了。你可以在香港那边，不吃不喝，你就可以把这些事办完。过去办卡大概也耗费了我3个月的时间，因为内地过去开卡，你需要提供的资料不多，从它的审核，再到它把银行卡从香港寄回来内地，大概需要3个月。那你愿意说，就是你现在的美元账户里面大概有多少钱？然后你都投的什么吗？我一次性在25年把5万的额度全换完了，后续陆陆续续的转了几次，把它全转到美国的券商里面去了。目前账户上面应该有5万美元左右的本金，然后我投资的全是 ETF，我没有像他们说的去买个股。对于我来说，我的风险承担能力就在这里。对，ETF 就是那个指数基金啊，你是买的是标普500了之类的这些是吗？是的，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就对半，各买50%这样。
哦，那你现在收益应该不错呀，过去几个月涨很多。对的，我粗略了看了一下，因为我很少上去看，因为你买的只是 ETF，它不需要频繁的操作。我到目前为止24年年底到现在大概是1年半，收益是30%左右。哇哦，那非常好。你在信里面有一句话，就可能和你刚才说的有点类似。你说投资美股让你对未来产生活着的期望。什么叫对未来产生活着的期望呢？在没有进行这种重新回归投资市场之前，还经历了疫情。经历完疫情之后，我整个人非常的焦虑 emo，很不舒服。我又突然觉得很多东西它都不对，它就是不对，很多东西，但是我说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去论证，我也没办法说跟身边的人去详细的探讨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敏感的，基于我自己的自我言论审查或者各方面，在互联网上我也不会去大张旗鼓的宣扬某些东西。让我感觉，虽然我一路走过来没有吃过什么生活上的苦，没有像他们网络上那么极端的案例过得那么惨，但是对我来说，未来没有我10年前那么有希望了，看不到任何上升前进的这种目标跟动力，就会让我觉得我养老金可能也领不到了。或者我的钱花完了，某天生个大病，我还有没有能力去支付这个医疗费，去做这种保障？父母年龄也在逐渐的增加，那我到底是否还能照顾好他们呢？其实是有一些政治抑郁，然后还有就是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就只把钱放在这种的定期的存款里面，放在银行里面，实际上是在一直贬值的。你会觉得就是对未来不是太有希望，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这样理解的，因为在重新回到这个市场之后，或者说这2、3年的投资，让我重新拾起了这个自信心，让我觉得我是否能通过这样的投资，让我实现提前退休，而不是说我再干30年，让我65岁退休，靠那点微薄的养老金过活呢？我的母亲她退休了，她才拿到了2000人民币一个月。因为就是私企出来的，只有2000。你说美股不像国内股市那么让人焦虑，国内是全凭人性和贪婪。美股呢，你认为就说是更有，就是规则更强，就是更有制度性的保障。我通过观察我身边的一些人，美股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去向身边的人去说明，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壁垒在。他们不会那么容易的去接受，去将资产转移投资到一个外面的国家里面去，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会觉得我的钱如果过去了，不受任何保障，我的钱可能就拿不出来了，可能就会被美国人没收了。我有时候想想这个，我就有点想发笑。中国这么多金融事件，那么多东西爆雷，反而不是已经拿不出来了吗？所以，我推不开这个东西，同时我又在观察他们炒大 A 的这些人，我的同事也好，可能上周涨得比较好，他就会沾沾自喜跟我说，教我一些投资理念，你怎么看这个 K 线，你如何去买，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但是到了这周，他又不说话了，每天早上开盘，然后就是沉默，沉默到下午收盘也是沉默，完全是两种对照。我不用打开网页看，我都知道今天的 A 股应该不怎么样，或者说他买的不怎么样，他就不再说话了。更可笑的是，我当时劝他买了一些美股 ETF，他投了不多。他跟我说：“哎呀，一打开我的手机 APP，一片绿的，只有你推荐的这个是红的。”我就哭笑不得，我很难再跟他沟通下去。其实你身边投美股的人是很少的，是吧？非常的少。如果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少10个朋友里面可能只有2个人会听进去，1个人会实际操作。那对这次的新的政策，你的看法是允许你投美股，但要交点保护费。你能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吗？从他发的这些处罚的决定也好，或者说是里面一些后续的一些监管条例也好，在我看来，他并没有阻止我们内地人前往香港去开这种银行卡。如果你只是开一个储蓄账户，你拿去存钱，存在香港，或者说是你只是开张卡，我用于我海外的消费旅游，
我觉得它并没有禁止，明确的写着这一条不让你开，它只是不允许我们过去开通这个投资账户而已。虽然它禁掉了这种方式，但是我想，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这种券商可以开通，我只要有一个这样的跳板，这样一个通往全世界的钥匙，我一样能打开这个海外的投资市场。你说我一直的做法，包括未来也会持续的把资产分为7:3，就是70%是投入到国内的美股，然后30%是投入到国外的美股，就是国外的券商的，就无论任何的金融管制都无法阻止人们将资产投入到更优秀的地方去。你怎么想这个国内的美股和国外的美股呢？国内的美股就是 QDII 这种是吧？对的，对的。为什么是这个比例？首先，这是我一个暂定的一个比例，起码我这代人没有能力说润出去也好，或者说在外面定居也好，起码目前我看来没有这种能力。那么，毕竟我的核心生活还是最终可能要在中国这里养老了，那我必须得准备一部分钱放在国内，对吧？大部分钱放在国内。至于为什么少一部分钱放在了国外，我又在想，偶尔我会出去旅游，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你对现在还在投美股的人，或者是就是其他没有投美股，就是主要的这个资金都还是放在国内的人，你会说什么呢？当然就说你不是给投资建议，你只是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当然，我相信对这个东西，如果想去进行投资的话，首先你肯定是需要先去了解它，去详细的了解它。无论是3个月也好，半年也好，你得花心思去了解它的同时，你还得建立你的信心，建立你对其他国家的体制上的信心。其次，你再去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投入，也不是说你一来你就把全部的这些资金 all in 进去，对吧？你可以尝试买个100块、1000块，或者说一个月如何，小部分的先进去试试水，看看我们说的是否是正确的，是一个常态，或者说是骗你的呢？你得自己去验证一下。你在来信的最后的署名是一个在国内的小小投资者，那作为一个还在国内的人，你最想对其他中国人说什么呢？通过我自己的一些投资，我想对各位说，如果你想去验证一下西方或者说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或者金融体系是否比我们更优秀，你可以尝试的去进行一些投资或者学习。那还有什么就是我没有问到，你觉得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感受呢？我希望大家把投资当成一种长久的事情去看待，不要急于求成的去做一种投机的行为。你如果想用很小的资本去通过杠杆撬动这块大石头，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这个市场的涨跌，也没有人可以在短期之内暴富。绝大部分人不可能做到通过一点点的资本然后积累起来，让你产生这样的幻想，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大家请将投资作为一种长期5年、10年、20年的一种行为去进行。另外就是不希望大家频繁的去做这种盯盘看盘的行为，因为对于 ETF 这种指数基金来说，它并不需要你频繁的去进行盯盘，它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波动。每当这种 ETF 下跌的时候，正是你投资的好时间。你甚至投资完之后，把你的 APP 卸载了，你3个月、半年、1年，你再下载回来看一眼，我觉得没有问题。你自己呢？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呢？我自己大概是在1到2个月会去打开一遍，看一看他们的涨跌，来决定我需不需要加仓，或者说是有人在媒体上宣传美国不行了，美国要衰败了之类的新闻的时候，打开你的软件看一眼，或者那正是你需要加仓的好时机。谢谢 Steven，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些年轻人讲述的是个人的经历和这些经历背后的时代背景，不是在做投资建议。美股历史上经历过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3月新冠疫情熔断潮，请大家谨慎对待这些叙述。接下来是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徐先生，他说当初投资美股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台海战争的爆发。徐先生你好，你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今年是30到35岁，出生在一个2线城市的郊区，现在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1线城市工作。然后我现在处的行业是属于现在经济 K 型分化当中还属于比较好的一个行业，所以我接触境外投资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你在来信里面说，你小时候自己拿着户口本去银行用那个压岁钱开定期存单，你能说一下你当年多大？你能描述一下当年的场景吗？当时应该是2年级到3年级吧，就我家旁边有一个银行，因为家里也是属于这种做小生意的，所以我对钱是有一些概念的。我拿到压岁钱，我就希望这个钱属于我。当时正好就是看一些报纸啊、杂志什么的，然后上面就介绍说，小朋友你要怎么去开户。我是真的是在家里大人没有带的情况下，自己拿着户口本去家门口的银行，所以这个算是我比较早期的一个金融的启蒙的。然后你说，你从开始工作到现在都是收入的50%都会存起来，是吗？是的，是的。为什么会这么高的比例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刚才说家里是做一些小本生意的，类似于路边开店的那种小生意，所以他也会就强调这个储蓄，这个是比较偏传统的。后面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上大学，然后包括后面工作，我就了解到了一个就是也是从西方兴起的运动，叫做 FIRE 运动，就是说你早一点的去储蓄投资，早一点的去退休。所以呢，我也是觉得说，就是工作确实比较消耗，我也是希望说能通过这个高储蓄的方式，能让自己早一点脱离这个日常工作，然后早一点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对，然后你在信里面你说，就是你经历过 P2P 村镇城商银行的高息储蓄，后来投资过 A 股的指数基金，你能解释一下，就说你当时都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要投这些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亏过钱，或者是赚了很多钱？我占运气比较好吧，我一直都没有亏过钱。我是相当于是在2010到2020这个中间毕业，然后开始工作。因为我一直都是有这个储蓄的传统，所以呢，我慢慢工作了1-2年之后，就攒了一笔小钱。那这个时候，我肯定就想着说，这个钱要拿去做投资嘛，要钱生钱嘛。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说，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嘛。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肯定是胆子比较小，还是买定期存款，但定期存款利率就相对比较低嘛，然后余额宝这些，后面就当时那个时候 P2P 都特别火嘛，因为 P2P 那时候给的利率都特别高，动不动就年化20-30的都有，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去买了，但确实是我当时挑选的时候，也是挑选的一些就是信誉比较好的平台，然后呢，就是在后面开始有前2家 P2P 开始暴雷之后，我就立马把所有的钱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所以呢，我后面就没有遇到过亏损的事情。但我身边确实有朋友是在 P2P 投资里面亏了20万的，这种也是有的。但我是没有遇到过。后面呢，就是 P2P 不投之后呢，那钱总归要有个地方去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像这种城商行特别火，就尤其是一些东北啊、湖北啊、重庆啊这些地方有各种城商行，它也是吸引人投资。它的活期存款的利率能够高达这个年化将近要10个点，或者说至少7-8个点是有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啊，P2P 刚刚把我吓了一跳，那我就保存一个稳一点的吧，不是有50万的这个存款保险吗？所以我当时就全都转到这些城商行去了。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农商行。后面就出现了那个河南村镇银行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让我意识到这个存款保险其实可能并不能保障你，因为它可以把你说成说你这个利率明显是高于央行指导的这个活期利率，那你这个就是一个投资，那你投资的话你就不适用这个存款保险。所以我后面呢，当时就也是比较焦虑，我也就在想有没有一些其他更好的投资方式。对，你还投资过 A 股的指数基金是吗？这是同期进行的是吗？对，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这种 FIRE 的理念，那人家肯定会跟你说，就是西方的人他这种什么401k 的这种投资计划嘛，但大家都是说你要投宽指数嘛，那你对标国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迈出那一步，说真的去境外投资，毕竟像我这种也没有这种海外留学的经历嘛。那当时我就是想说，那投资中国，那肯定一开始大家都会说，你要投稳健的，那你就上证50，你要投包含一些成长性的，就沪深300。你如果要很有成长性，就中证500，包括现在刚出的中证500A 这些，就是你投宽指数基金，被动的这些费率又比较低，然后它成长性又比较好，就说白了，就只要国家不出大问题，按道理说这些指数基金不会有出太大的问题的。效果怎么样呢？我 A 股确实
可以说没赚到钱。可能也是我的那个进入的点不太好吧，但是反正确实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2020年左右那几年，对，我投指数基金基本上没赚到钱。对，那可能最近一年是好像 A 股有这个涨得比较好的时候。从23年的924之后，确实是那一次我也是快速的进去了，然后后面对23年10月份我在日本旅游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就是国庆期间，就是港股的这些国内的标的开始跌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不太好，所以说节后第一个交易日我就快速的把 A 股的仓位全都清掉了。那你说在河南村镇银行后，我感到了焦虑，也出于维持境内境外2套网络身份的需要，我23年去香港办了银行卡。你能说一下吗？什么叫维持境内境外2套网络身份的需要？这个因为我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嘛，所以我们这代会叫做数字原住民啊，你就会意识到，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互联网是分成2个体系的嘛，中国是一套体系，境外是另外一套体系。那国内的话，就是你原来就是你有 QQ 号，现在就是你有个微信号，你就所有都能用。那境外的话，就是你有一个 Gmail，你有一个 Apple ID，就全部都能用。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加密货币的影响吧，就是各种这种网络服务，它这个 KYC 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的要求都会越来越高，它对你的这个客户身份的要求很高，你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填一个地址，随便编个名字就能骗过去了。还有包括说它会有一些 AML 的要求，就是 Anti-Money Laundering 反洗钱的要求，它会对你的资金来源会提要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就是相当于就是你得去维持一套这个你境外的这个消费或者说投资的一个至少说是一个网络的一个身份吧。我也是包括说刷推特，包括说刷小红书，也包括说线下跟一些朋友交流，然后呢，就是慢慢也是自己去摸索这个路径。其实去香港开卡这个事情，可能很早就知道有很多有钱人为了一些资产配置，他们去香港去买保险，然后顺便就去开银行卡。所以呢，我是在村镇银行这个事情之后呢，受到一些刺激吧，会觉得有点焦虑，就是说我的钱到底还是不是我的钱？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存款也已经超过了50万这个数字了，所以我是希望去开卡。然后我是23年的时候去了趟香港，这是应该是我第3次去香港。因为之前2次都是去旅游，然后这次我就是去一边旅游一边就是把银行卡、券商这些都开了一下，然后也办了香港的手机号。然后你是开了户，你也开了长桥证券是吧？你能说一下吗？就是他这次也是被点名的3家之一，但是这家其实它的总体规模是没有前2家那么大，它也是比较新兴的。那你的钱怎么出去呢？你愿意说吗？其实钱出去这个事情，其实跟现在网上说的风向不一样，我反而是觉得越来越方便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是你只能通过那个跨境的电汇去走。那大家一般常见的就是会去办一些这个跨境电汇有优惠的这种银行卡，然后呢，你去购汇，购了汇之后，你把这个港币或者说美元转到香港的银行账户。就是1年5万的这个是吧？对，1年5万美元的额度，其实1年5万美元的额度对我来说是已经够用的。大家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灰色、不太合规的路子，要么是通过对敲的方式，就你找一个外国人有外币需要在中国用人民币，然后你去跟他做对敲。另外呢，就是你去通过那个 crypto，就是一些加密货币的交易所，然后你去通过 C2C 买币的方式去买那个 USDT 或者 USDC，然后把这个钱转出去。不过这种方式现在风险非常非常高，就是非常不建议。我说这样的方便是原因，是因为去年推出了一个那个跨境支付通的一个政策，就是说你从中国境内的银行把钱转到香港的银行，你可以通过跨境支付通，然后呢，它不需要手续费，然后你转港币或者转人民币都可以。而且它转账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几分钟就能转到。我试过用国内的4大行通过跨境支付通转人民币到那个汇丰银行，它基本上2分钟就到账。这个也是5万美元的额度之内的吗？对对，它也占用5万美元的额度。你说你对长桥证券还是挺有感情的，而且你的业绩非常好，你给大家说一下你的业绩。对，我确实是因为我23年开的长桥证券，然后当时开了之后，就后面也参与了一些港股的打新。就是我是觉得境外投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如果抛开那些政治的事情不谈，因为真的很多优质的公司它是没有在 A 股上市的，因为它由于它的股权结构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你发现你平常用的这些品牌，它在港股上市，你去参与它的打新打中了。
然后还赚了很多钱。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这个，就是我也融入到整个经济的这个脉动里面。就比如说我当时打进那个蜜雪冰城上市，我就打新打中了。它当时发行价应该是200多港币，然后第一天就涨到了400多。我在400多的时候把它都卖掉了，但是它后面应该是最多是涨到了600-700万，我后面就没关注了。你打了括号说够我喝一辈子蜜雪了。对，我大概赚了个1万，差不多1万块钱吧，因为蜜雪比较便宜。小米呢？小米的话，我是差不多从16港币开始就有在买。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后面小米说要造车嘛，就是当时网上很多人嘲讽，但是因为我一直都是用小米产品的忠实用户，所以我就还是坚定的买小米。然后我差不多是在小米港币股价到50多港币的时候，把小米全都清掉了。后面它最高是到了60，但是后面就立马就开始往下跌，就腰斩了。现在应该也才刚刚回到30港币。哇，那你真的是逃顶成功是吧？对，因为刚开始23年刚开始接触这个股票，所以当时可能就是风险偏好还有点高，就是还会买很多个股。像我到今年的话，我觉得我整体的这个投资的框架已经确定下来了，我就不会买那么多个股了，我主要还是买一些 ETF。对，然后你说一下你的那个英伟达。对，英伟达就是23年的时候，大家都说那个美股 Magic Seven 嘛，就是七巨头嘛，所以当时我七巨头里面我就选了一些，就是我觉得我跟它有一些联系的，就是像微软、苹果，然后像英伟达、谷歌，对这些平常自己用它服务用的比较多的，我就会去买一些。苹果的话，我最后是亏了钱的，然后我就把它割掉了。微软的话，我是赚了一些。谷歌当时应该是没有买很多，英伟达的话是当时比较看好，就买了一些。然后它翻倍了之后，我也就觉得有点拿不太住了，就觉得总担心说它还会不会涨下去。我当时买的时候，英伟达还没有一拆十，我是当时应该是$400多一股的时候买的，然后它涨到$1000一股了。你说这次的新规对你打击不算大。对，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25年已经把我的主要的仓位都转移到美国的券商了。你当时转移其实还有点担心，就是这个台海战争是吧？哦，对，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一个灰犀牛的事件，这个可能也是当时我愿意想去香港开账户的原因。你说一下为什么会担心台海战争？可能有人觉得你想的也太远了。我觉得这个想的一点都不远，这个是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一定要面对的一个灰犀牛事件。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你作为一个成年男性，你是要去应招入伍的，这个是法律上规定的。而且包括说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乌克兰跟俄罗斯立马就限制成年男性出境了。包括说前段时间因为那个俄罗斯向这个北约成员国有一些军事的行动，像一些德国之类的国家也开始限制成年男性出境了。所以你作为成年男性，你是一定要有这个担心的，不能没有这个自觉。其次的话，就是我看我的父母，他们一辈子都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其实也没存下多少钱。我其实就是后面因为自己也学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跳出这个循环，那就是要去掌握一些不同的这种资产配置的工具，你才能去跳过这个循环。所以我就是开始配置这种我们一般叫做离岸资产。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担心，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份和你这个资产配置国处于一个敌对状态，那你要去怎么处理你的这些离岸资产？我是设想，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那第一步首先要人离境，因为钱现在已经出去了，那只要人离境就可以了。那人离境之后，想办法搞定一个长期居留的许可，那就可以去实现，就是你现在境外配置的一个资产还是可以正常的去流动的，你还可以正常的去交易。那如果真的说只要你是中国国籍，他都要制裁你的话，那就可以去想一些其他办法啊。那反正现在的话，暂时那些办法成本都太高，我还就不考虑。你现在总体的离岸资产在15万左右，是吧？你在信里面说。对。那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我接下来计划就是我在里面说的，就是我还是要通过这种高储蓄的方式去慢慢积攒，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说，最多工作到45岁，绝对就不再工作了。我说的这个工作不是说就是说你完全就躺平了，每天就除了吃喝玩乐就没别的了。我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我不再为了工资去工作了，我可以去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去做。
比如说，我就特别想说，当我不需要就没有工作生活压力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再读一个第二个硕士，因为我觉得人好像都应该读第二个硕士。这好像也是前段时间听你跟大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的。我觉得我要是读第二个硕士，我就挺想读一个历史的硕士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的长期计划是吧？45岁之前 FIRE， 然后到那个东南亚旅居，然后60岁后靠医保和储蓄养老。官方呢把这次整治说成是让这个储蓄留在境内，回归 A 股建设本土。我不知道，就说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还有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在用钱投票吗？还是只是一个理性的普通人该做的事情？这个分两边说吧，一个是对于境内的那个 A 股市场，因为 A 股市场它的定位毫无疑问，它就是为了让国内企业去融资，就是最早期是为了让国企融资，那现在的话就是为了让科创板，你不论是半导体啊、医药呀、AI 呀、集成智能，为了让这些企业去融资。那我的总结就是，你做科创板公司的员工是很幸福的，你做科创板公司的股东是不一定那么幸福的。因为它的这个分化也很明显，像最近这半年，主要就是光模块、CPU、半导体的这些公司涨得很快，包括商业航天这些。你说这个是不是用钱投票？我觉得这当然是用钱投票，因为哪个资本市场是更好的，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就包括说最近这一年以来，就是韩国的股市就表现得非常的好，那包括说韩国人可能生育率都提高了，韩国人可能都更愿意消费了这些。那你中国的股市如果没有这个赚钱效应，那你就很难刺激大家去消费。当然我承认，就是说最近半年踩中这个商业航天、光模块这些领域的，那确实也赚到很多钱。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只做 A 股的朋友，他们也是赚了很多钱的。那你对那些就是把身家全都压在境内系统的人，你会说什么呢？你不是给投资建议，你只是就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一下你的感受。就是我会分这种情况，一种情况我会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家底也比较厚，生活压力也比较小，家庭提供的保障也很多，那他境内他甚至只买定期存款也可以，他也在中国生活的就很幸福，他也不像我一样一天到晚看什么纽时、什么华尔街邮报这些东西，然后感到很焦虑。那我其实觉得他是比我要幸福的，但也有一些人，我是觉得说，其实他是有条件可以去迈出这一步，然后去获得一些比他现在在 A 股里面东一榔头西一棒更高的回报，这也是他应该能得到的。因为怎么讲呢，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去交易美股。那你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主权基金、养老金计划都在买美股，那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买？谢谢徐先生。接下来是出身教培行业的朱先生，他认为在 A 股自己永远是弱势的散户，投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赌博，但在美股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朱先生，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多大，在什么样子的城市生活？然后你是做什么的？我是30出头，本来是一个做教培的，不做了之后呢，就靠这个各方面的收入吧，有的时候是租金，有的时候是一些兼职的收入、理财的一些收入、股票、基金之类的，然后来为生。那这个股票的收益对你来说还挺重要的，是吧？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就是想要就是走这个所谓美国的这种财务自由的这条路。你在来信里面说你是2020年开始投资股市的，一上来买的是中国的科技基金，还小赚了一笔。你能说一下你当时怎么会想到那个买基金？当时呢，中国是有一个所谓新一代基民入市这样一个概念，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都开始买基金了。然后那个时候是很容易赚钱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个科技热吧，但是也有一个消费热。像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是买那个白酒的基金，都赚了很多钱。我是买那个科技基金，就是很容易赚了一点钱。那后来你自己开始买中国的个股，还有美国的 ETF， 就是境内的所谓的这个 QDII 这种基金，但是你的中国股票就开始亏钱了。你说2022年是最惨的一年，你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在我买之前呢，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对 A 股的这种所有嘲讽的信息，我当然都看到了，就说什么 A 股是一个不行的，是一个赌场。但是我想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年轻人就是韭菜呀，就是你很新鲜，你就是要去被割一下的，你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就是要撞一撞南墙的，因为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也许不一样呢，也许我这一波韭菜就不会被割，也许我就是可以去买一下这个 A 股的，也许我就能赚钱。结果呢，我就买了，而且其实21年的时候，中国的股市是很不错的，就是那个时候叫做结构性牛市。但是到了22年了，它就完蛋了，它的逻辑就彻底翻转了。比如说我买了几十万嘛，然后呢就赔到了40%以上，你一共买了几十万呢大概？40万，是不是你全部的存款呢？也不是，可能是我的一半的存款吧，就是我用了一半的去买美股的基金，用了一半去买 A 股。那你亏的最多是亏掉了40%，是吧？但是你就 A 股的这个虽然亏得多，但是你说你扛住了没卖，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就死扛呗。我是一个死扛派，就是我是不愿意割肉的。其实我必须要讲，我的这个股票的知识是很薄弱的，我的财经的知识是很薄弱的，因为我也不是学这个的，我是做教培的嘛。所以呢，我只有一些很基本的观念，就是巴菲特说了什么。巴菲特说你要价值投资，巴菲特说你要挑一个很好的企业，它是很多人使用的，然后呢是有现金流的。那我就觉得说，哎，这套理念蛮好的，就是听着很有道理。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来买吧，就来买这个 A 股吧。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在 A 股里面做价值投资是吧？是这意思？没错，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巴菲特讲的很好。他说你有一个雪球，然后你有一个长长的坡，对吧？然后呢，它就在这滚。然后我就觉得，哎，说的真的很好，我可以用5年去等待，对吧？然后呢，我就等到你滚到一个大雪球，我又卖掉。我也不是那种很投机的，我1个月就要赚一夜暴富，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不要1个月、2个月暴富，我就觉得说，那我等个3年、4年，应该可以赚一点吧。比如说，他可能会整整半年，他都是在亏钱，他就是在那荡啊，就是在那荡，然后又往下荡，又往下荡。就是每况愈下。那后来呢？你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 A 股的这个都卖掉了呢？就是24年9月那个时候呢，中国突然就狂热了，对这个 A 股，人人应该都记得，就是11长假一放过来那一天是吧，嘣就这样狂涨了。但是我那天没有卖，因为呢我太愚蠢了，我觉得以后还能涨。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大多数，就是我们是普通散户嘛，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想说你就涨1天，就涨2天，不可能的，你会多涨几天的，是吧？结果没想到没有涨，它开始跌了，就是它11反弹了一下，它开始跌了。但是呢，终于到25年的时候，它开始涨了。确实，25年初它涨了一波，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基本上都卖掉了。还有一个亏的没卖，但是呢，整个来说我是没有亏。你没有亏本，但是你说这4年的机会成本都浪费了，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这40万，你如果同时买美股，那你可以赚很多钱啊。因为那个时候美股是大涨特涨嘛，但是呢，你在这边死扛，你是0，那就是你赔掉了这个大涨特涨的机会，就是叫机会成本。对，那你能说下你国内的那个叫 QDII 买的美国 ETF， 就是叫什么指数基金，表现都是怎么样子呢？其实我买指数基金之前，我也有做一点点研究，也是巴菲特说什么，他说你如果没有什么理财知识，你就去买标普500吧，他是这样说的，是吧？给他老婆留下来的钱，就让他就只买标普500就可以了，别的就是普通人不要想那么多。没错，那我就是按照他说的买，我有买一个主动的科技 ETF， 然后呢有买标普500，有买纳斯达克100，到今天大概是赚了1倍吧。那真的很不错了。那你怎么看就说这种区别呢？ A 股是一个赌场，就是说到了22年开始呢，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不是这样，反正我22年的时候呢，大家的逻辑就是说你要跟着游资走，那些大机构他抱团炒什么，你非得跟上不可，你没跟上就完蛋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糟糕的，就感觉我们是奴隶啊！你其实这样，你不如去打工了。你炒什么股呢？你如果说你上班的话呢，老板给你清晰的指令，你就赚一份工资，对吧？或多或少那你其实你跟着游资炒，老板是不会给你指令的。没有人给你指令，你自己在那边猜今天游资炒这个明天游资炒那个，你在那边疯狂的看那些信息，我最反对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这是没有逻辑的，而且游资有时候也会，就说机构有时候也会亏钱不是很多基金经理亏钱被人骂死了吗？
所以呢，我是觉得 A 股它纯粹是一个赌场，这就是我的观点。那美股呢，其实我这一代人啊，就是90后吧，其实还是活在美国世纪里。美国世纪就是说，一般都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嘛。那美国世纪的意思就是说，我倒不是要讲美国有多强，而是说，在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可是呢，我是对美国的信心是从金融危机后建立的。为什么呢？这个跟美国主流的观点是恰好相反的，因为美国主流都说金融危机后，美国衰落了，美国不复从前了这样子。可是我并不是，我是在金融危机后建立了对美国的信心，因为我就想说，金融危机这么大的事儿，这么严重，竟然能够救起来，真的很神奇。而且，其实我真的就相信过中国会取代美国这种说法，因为当时这个是很火的。我记得是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时候，他说现在是 G2 时代了。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学生嘛，我有买南方周末，我就看哇 G2 真的很牛啊，就是说很了不起。我对于 G2 的想法就是说，那美国是不是就是不行了呢？就是说它是不是就掉了？它比我们差了？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就是一种取代论，老二取代老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后来我发现，哎，不对呀，取代不了，这个 GDP 就是超不过。还有就是美国它这个经济一波一波的起来，其实买股票是一个最直接的，就是中国的股市都在抄美股，就是美国炒什么，中国就炒什么。其实股票是这样的，美国有一个什么电动车，中国有个电动车；美国有一个人工智能，中国有个人工智能；美国有个机器人，中国有个机器人。你抄它的，你怎么能超过它呢？我不相信这个逻辑。对，但是美国人现在都认为美国现在不行了，就美国经济只有 AI 很厉害，然后呢，也是说美国也是一种 K 型经济，好的一直往上走，然后这个差的一直往下走。你认为有这个美国例外论是吧？但是这个美国例外论这2年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事情在发生，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你有没有动摇过呢？我来说一下我做美股的一个感受，来证明为什么我对美国有信心因为我觉得股市是一个最前沿的，它的逻辑是最正确的。其实美股呢，我必须要说，这也不是我说，也别人有说，美股是个天堂。你做美股是一个天堂，有人就是这么写书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美股呢，我必须要说，我不是很懂经济的，是我的一个感受。为什么说美股是一个天堂呢？因为呢，美股它有几个主要的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说，美联储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有就是买美联储主席的书来看，一页一页看，我就觉得哦，原来美联储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原来美联储主席他是一个外科的手术医生，美国经济呢就像是一个病人，他就是每一周在看你的状况你的通胀、你的就业率以及整个的经济的情况，然后他决定我是要升息还是降息。那当我升息和降息失效了的时候呢，我就用量化宽松。从伯南克以后的这漫长的15年吧，他都没有已经超过15年了，已经快20年了。然后呢，他都没有犯错，只有鲍威尔在2022年的时候误判通胀这一点是犯错。也就是说，我是叹服，我对美联储的这一套我是完全是叹服的。第二个逻辑就是美国政府的逻辑，美国政府就是想美国经济起来的。比如说像川普，他说他要减少国债，可是他大而美法案就是巨债，他就是要让这个美国经济变好的。到第三个逻辑就是我说的这个科技，就科技股和股市它是个互相哺育的一个关系。所以这3个逻辑呢，就让我觉得美国的经济是不败之地。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你的那个跨境投资吧，你22年就想那个跨境投资开这个香港的券商，但是一直到24年才开成。你愿意就是稍微简单说一下你这个过程吗？为什么就是开个香港账户那么难？因为当时有风控，所以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我22年开了，就是没有银行卡不能入金而已。那24年就是把这个银行卡补足，其实并不困难。但是我知道22年之后就是说内地有这个限制，内地人不能新增开户，所以可能23年的那一批反而是比较困难。但是我很幸运，我是22年的那一批，我没有被限制。那你怎么当时就想到，你不是有这个 QDII 的这个 ETF 吗？你为什么还要想去香港去开户呢？因为我觉得 QDII 不能满足我就是的赚钱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是可以多赚一点。就好像我说美股是一个天堂，你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就可以赚到
挺多钱的，不只是这个指数基金，绝对不只是指数基金。比如说，如果你能够预判未来3个月的宏观经济，或者是半年的宏观经济好了，就是比如说企业的整体获利情况，还有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一个强劲与否，你只要能够预判3个月到半年，基本上你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因为你可以用加权的方式、融资的方式去做这个 ETF，那你就能够几倍几倍的赚钱。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我对宏观经济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不满足于只买境内的这个ETF。你能说下你的钱是怎么出去的？你愿意说吗？钱其实就是走这个外汇额度是完全是正常的。那你到现在你大概的这个盈利有多好呢？大概70%-80%嘛，我大概是25年开始的吧，但是25年那一波我搞错了，因为25年有关税战搞得很乱，然后我就那个搞错了，所以去年赔了一点点，就是10%不到吧，7%、8%这样子。然后呢，今年这一波才是赚了70%-80%这样。那光这1个月，就5月份这1个月就很多了。就是这2个月吧，2个月这样子。那现在就是中国政府就是出了新规，限制大家跨境这个开股票交易账户，然后引导资金回 A 股。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吧？你是已经放弃了 A 股吗？你 A 股还有钱吗？我已经放弃了，我就说了嘛，它是一个赌场嘛，我不要参与了。我觉得根本这个逻辑是错的，这一整个玩法都是错的，我不要参与，它是不对的。我说的很严重，它是不正义的。你是一群人抱团在炒一些概念，然后炒一些股票，然后呢，它这个企业它有没有本益比，它未来的盈利怎么样，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只是在观风看天象，天象就是这些大基金。你在看它，然后你去跟着狂炒一波，它要走，那你就赶快把它卖掉，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玩法，这是不正义的，因为你是永远是处于弱势，就是说你永远是处于一个最弱势的一个散户的位置，这跟我说的美股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美股你可以了解宏观经济，你可以判断，甚至你了解产业的话，你可以了解上下游产业，你能看到上游这样子，那下游必然会那样子，你有一些产业知识，你相关的从业人员或者有做研究，你也可以赚到应该是挺大的钱。有分析就说吧，这些监管政策并非全面禁止居民进行全球资产配置，而是致力于阳光化。就是官方是鼓励居民通过合法渠道，就比如说这种什么沪深港通、什么 QDII 基金，就你说的这种，还有跨境理财通这些进行境外投资。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呢？首先我必须要说，就是说7月1号。那个33条还没有出这个细则，客观来说的话，还是要等这个细则才能够评断。但是我其实是相信李克强的理念，就是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当然，就是这一派已经也没了，是吧？可是我必须要说，我是记得共产党做过好事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他有简政放权，有退税，这些东西是真实发生的。本来这个权利都是我的，我就是有这些权利，我不需要你阳光。我不需要你跨境，我通通不需要，我完全不认可你这套逻辑。你这套逻辑都是把你腿打断了，给你扶拐杖，对吧？然后说是为了你好，不就是这样吗？这腿本来就是我的。他现在不让大家就是钱长腿是吧？你的钱不是你来决定的，你同意这样的吗？因为我其实想问大家，就是有没有感觉就自己的钱，自己对钱、自己的财产的支配力有多少？其实我觉得，确实就是说。他的逻辑就是你的钱是要为国家做贡献的，你的钱呢是要参与这个内循环经济的，他也不是要剥夺你的钱，而是他希望你的钱参与国内的这个内循环，你要给政府交税收啊，你要这个参与这个消费啊，然后你要买房啊，你要把钱搞这些，你要炒 A 股啊 ，A 股它可以收税啊。就是6月2号，老虎国际前一阵子被打击的一个券商，他发布通知说，为落实跨境证券业务相关监管要求，自北京时间6月12日起，将暂停中国境内存量投资者账户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同时暂停资金转入功能，资金转出保持正常。老虎国际表示，此次调整不会影响存量投资者现有资金安全，也不影响其在境外获得相关服务，客户仍可正常查询账户持有及卖出已有持仓。你给我们
就是解释一下，就是对你这样现有的就是这种的投资美股的这些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他的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跟这个证监会下跪了，他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就是你人在境内，那么你就不能够做境外的股票，你可以卖，你可以把钱转出来，这个没什么，但是呢，你不能买了，你不能再加仓了，你什么也做不了了，你只能够强制平仓了。就是这个概念。那如果你要做呢，你就要出境才能做。就是你出境了，你不是境内人了呀，你可以做了呀。那你怎么办呢？你打算怎么办呢？其实我是觉得中国人他永远都是两条路，一条路就是说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他自己想一个招，是吧？我不排除会有那种跨境经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香港的公司他来做一个合约，然后他帮你操作，但是呢，这就是我说的灰色，甚至是你可以住在广东，是吧？然后呢，你就密集的去香港，是吧？那第二条路就是润吧，只有这两条路，其实很明显，你就是选择一个其中一条。那去香港交易这个事情，你觉得其实是不是太好的，是吗？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时间成本，这个交通成本得多大呀？还有酒店成本，香港酒店那么贵，是吧？也不能说天天睡麦当劳，很荒谬，你知道吗？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荒谬剧，就是所有的事情，中国到最后都是变得很荒谬。就是你是计划生育也好，你是那个什么超生游击队，是吧？你现在变成股票游击队了，你变成美股游击队了，就他们很荒谬。胡锡进在微博上还发了一篇文章，我念一下其中一段话，他说，国家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管控资金外流的方式和速度，其实际效果会符合中国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比如股民们多买 A 股，少买美股，一些人不要轻易把国内房子卖了去西方购置房产，这样的效果总体上是积极的。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逻辑一向都是说，当一群人他对这个国家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的利益就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其实这并不是最近发生的，这是一向是如此的。比如说马云，是吧？然后呢，就是那个教培是被牺牲的。你做的行业没错，其实那是很难堪的，就是工作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当一群人他对这个国家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就是一群可以被牺牲的人。其实这就是胡锡进的逻辑的。那你对那些还把钱放在 A 股里的中国人，你会说什么呢？或者是也没有投 A 股，就手上拿着钱，因为中国这几年的那个存款总额好像是每年都是在上升。你对这些人你会怎么说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吧。然后很多人他一辈子都是生在中国，死在中国，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漫长的历史，它有它的一套生存的逻辑。其实也没什么逻辑，就是听天由命吧。那如果他们手上有点钱呢，你觉得他们是应该想尽办法投资美股吗？还是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当然现在 QDII 这个概念很火，很多人买啊什么的，但其实那个额度是很小的额度，以前是没有限额的，以前你可以买5万、10万一次性的买，现在一次好像只能买几十块、100块。QDII 是高度限额的，我不知道最新的情况了，但是我前段时间了解 QDII 是高度限额的，你每天只能够买50块钱，甚至有的是20块钱，是很少的。然后他们就是每天买。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养老的问题，你有交社保吗？我没有交社保，我有医保，但是没有社保。你从来都没有交过社保？以前做全职的时候有啊。然后你不做全职你就不交了。中国的社保呢，当你不是一个有单位的人、有公司的人，你是要全额交所有的钱，就是一个月是1000多块，这是非常高昂的。你要付你自己的那份钱和企业的那份钱，那我就不要交了，就是这个逻辑。其实交的人不多，我身边很多人都没有交这个，因为太贵了。我为什么问退休呢？这个社保基金，因为在美国，中产阶级最大的财富，可能除了房子以外，就是很多人的我们叫401k 基金，单位给你交一些，你自己交一些，然后这个在股市里面，很多中产阶级在过去10几20年，这个股票账户的这个增长还是很可观的。那大家就是退休过得好不好，就看你的401k 这个基金表现好不好。所以呢，我就说中国如果大家
除了存款以外，A 股是这样子的话，那大家能有什么样子的选择？就你退休到底要靠什么？现在以前是买房子是吧？现在房子也不行了，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我就挺想听大家愿意来跟我说的话，也可以来写信给不明白播客的那个邮箱写信，我挺想知道你们怎么打算的。我就是希望我能够自己有一笔钱，然后我就靠它，或者是我就相信这个，我有一笔美股的基金 ETF， 我就每个月从里面领钱就好了。你的想法其实是和美国人的想法是一样的。没错，其实反而是一样的，就是我也有一个401k，只是它是我自己组建的。好，那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问到，你觉得你挺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呢？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些政策它是非常带来政治性意义的。就是比如说5月22号它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打击跨境券商，然后呢它是一连串的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就是香港的说什么，金管会说什么，证监会说什么，然后这些券商怎么回应，然后又来一个6.1的这个投资新规定，就是密集的发布。这段时间其实我的心情是很差的，就是我有被他打击到，我就想到说，这简直就是一句最真实的话，就刀子割到你身上，你才知道疼。刀子割在被封控的上海人的身上，你不觉得疼，因为你们上海人在封控，我们没有被封控，是吧？我们没有那么严重。我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抑郁的，就是政治性抑郁，就是有一点都不想出门，就是有一个人打了你一闷棍吧，这种感觉。但是你已经有了这个账户，你已经有一个渠道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抑郁呢？因为他是那个根据他6月1号的这个规定，他可以没收你的所得，就你就是很容易变得非法了，是吧？是，所以这一定是抑郁的，这是一个狗头铡，这怎么能不抑郁呢？谢谢朱先生。接下来是目前在英国的 Ben， 他说自己以前算是一个小粉红，也在 A 股损失惨重，是政治觉醒促使他开始了对美股的投资。Ben 你好。袁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能先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多大，你在哪里，然后做什么的？我现在26、27岁，现在在英国读理工科相关的博士。你在来信里说你来自江浙沪的商人家庭，你母亲很有商业头脑，你初中的时候他就让你开股票账户，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就说你说你那时候其实是对赚钱没有什么兴趣的，对吧？是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甚至我现在也持这样的态度，不然我就不会读博士了，我就可能去经商了。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环境给我的不好的感受吧，就是父母都很忙，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当然另一个好的地方是我家庭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我也没有对于金钱方面那么迫切的渴望。那你的投资是大一在英国开始的，2020年。我挺好奇的，就是你当时人在英国了，为什么要投 A 股呢？然后你说一下你刚一开始的这个投资的成绩吧。就是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刚爆发，我就立马兵荒马乱的就回来了。然后所以说其实人当时在国内，当时因为正好那个时候股市的环境也比较好，因为疫情的情况变好之后，整个经济开始反弹和复苏，社交媒体上会有很多人晒他们的收益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当时没别的事情干，不错的赚钱的方式吧。对，虽然你也不需要钱。对，你说一开始就是做的几笔交易都特别顺，涨得快，把你贪婪的潘朵拉魔盒打开了，这是你自己说的。然后呢，你把收益拿给你母亲看，她又给了你一笔钱。我觉得你妈也是，就是根本都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会做还是不会做，结果呢就这么信任你，结果你遇到了波动就全部清仓。你说那感觉像从赌场出来的愧疚，你能稍微说一下，就是你当时大概投了多少钱，然后亏掉了多少钱？当时也是我父母做生意比较顺利，所以说他们经济上比较大方。从现在来看，可能数额不是那么，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大。最一开始是几十万的样子，一共的本金，然后选了几只个股，几只2、3只股票，我也记不清他们是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非常天真的方法就是我直接把它们全都放进去了，就把所有的资金放在了1、2只股票里面，就放在了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面。
当时看起来是很刺激了，因为第二天可能就涨停了，可能连续涨停了2、3天，然后收益比起其他任何事情，我现在倒更能记得当时的收益，大概一天我就赚了2、3万，我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激动，然后就跟我母亲去有一点点炫耀。她确实也觉得，因为她一直希望我可以从事商业上的事情，或者所以对于她来说，我可能投资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她希望看到的，她就非常鼓励我。但是那些股票波动很大，然后立马可能一下子又跌回原来的情况。你当然一天可以赚2、3万，然后一天也可以亏2、3万的时候，就完全超越了我心里的承受能力。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也觉得不明不白，一点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就立马就割肉了。你亏了多少钱呢？应该是5万以内。那你不死心想赚回来，就转去买基金。你说当时的逻辑是我自己瞎研究，还不如交给专业人士。你说你在这个除夕夜那天又跟你母亲要了一笔钱，不加思索的全部放进了2个基金。你说那一天很好记，终生难忘，你能说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会终身难忘？因为那天是除夕，然后更重要的是，他那天结束之后，整个新年是没有办法操作的，然后就欢度春节，然后其实整个人也处在了一种充满了期待的一种氛围里面。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我直接把所有从我母亲那边拿来的资金全部就投进去了，一分都没有剩下了。你是除夕买进的吗？对对对，一共多少钱？你跟你妈要了多少钱呢？一共是70-80万的样子，70-80万的样子。70-80万的样子，哇，10万美元呢？对，然后过完年以后，这个基金就开始跌。你说像钝刀子割肉，可是你没有止损，是吧？你选择当鸵鸟一等就是3-4年。再打开账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打开账户的？然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当时其实重新金融市场开始运作的时候，就每天都会看嘛。一开始，因为当然觉得自己心里总是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后来发现慢慢一直都在跌，它大概起码可能跌了1个月，大概真的要跌到了起码20-30%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了。为什么当时怎么样判定已经无法再回来了，是只能去当鸵鸟，就把那个软件删掉了，不去看了。你再去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当时应该我已经确定它会有熊市，但是我也相信这个熊市一定会过去的。所以说，可能当时的估计是4-5年、3-4年的样子，总会有一个循环。所以我就真的等了3-4年，大概一直就没有管这件事情，到了2023年、2024年的样子。当我再去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毫无起色。当时发现，甚至一路就是跌下来。那你在打开账户的时候，你是亏了多少钱呢？我已经亏了50%，已经亏了50%多。你说那个除夕是哪一年的除夕啊2020年的除夕就是2021年初。我还以为2020年正是在疫情爆发之前你全投进去了。那你说你真正的转折点不是投资上的，是政治觉醒，你开始听不明白播客，看编程随想这些，你能说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思想的转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我第一次看不明白播客是2025年1月14号，然后我在1月27号我就开始美国的投资，然后我发现中间其实一个关键因素应该是许成刚教授的几期播客，让我了解到了经济方面的内容，然后后来也了解到一些关于民营企业家的一些问题。当然，因为我父母他们应该是民营企业家，然后所以说我就可以带入自己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种种问题，如果发生在我身上，那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你觉得是会很可怕的事情？对我最重要的感受应该是私有财产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大概私有财产权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你在一个商人家庭长大，这个问题就是肯定是深有感触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感受呢？一开始我是不太关心我父母的生意方面的事情，然后到疫情的时候，我发现明显他们的生意开始变得不是很好做，然后我有跟他们聊疫情之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他们当时觉得他们做某样商品，他们做多少就能卖多少，这是最重要的区别，然后疫情之后货就容易卖不出去。所以当时我也会发现这是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做东西也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含量，
所以说几乎也是有竞争是非常充分的那类商品。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运气，而不是他们具体在商业上做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说在一开始经济上行的时候，确实尽量的生产，这就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到疫情之后，整个逻辑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就面临了亏损，很严重的亏损。然后更有趣的事情是我父母在疫情之中，他们对房地产进行了投资，这是一个事后看来，当时我也没有关心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看起来貌似是一个很糟糕的决定。但是他们起码勉强还撑下来，因为之前我们也说到，可能听播客或者说后来了解到有很多企业家在疫情之间有破产，所以对我来说，觉得好像也在那个危险的边缘的样子，会让我非常的有点担心吧，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后来第一想法应该是我想要把我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财产转移到，因为我已经在英国了，那当然就转移到我英国银行卡。对，当时我也感觉到，如果转出来，我就这笔财产真正属于我自己。也许放在中国不是那么的安全。你愿意说你怎么转的呢？是用1年5万美元的那个额度吗？是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你是25年1月份开始投资美股的是吧？你主要都买的是什么呢？你这次呢，说一说你的投资策略是什么？我也想强调，其实我可能自己也没有什么长进，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环境而已，所以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投资上的特别的地方。我一开始也是买指数基金了，当然 SP500和纳斯达克之类的。然后我会发现虽然有波动，但是它时间够长会涨回来。当然后来熟悉之后，会可能自己选择一些觉得有潜力的股票。那你在这2个股市都投资了，你现在就是有什么感觉呢？就是这2个股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对我的感受来说，可能 A 股确实没有办法做更长期的投资，但是美股就比较容易吧，简简单单的话就投资指数基金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你说你以前算个小粉红，起码是岁月静好派。你还记得2019年跟女朋友说，我觉得习近平是个挺不错的主席，他对你嗤之以鼻。你现在回头看自己，你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倒没有觉得当时不好，这是某种必然吧，我也没有办法了解到没有任何输入的东西。2019年你还在国内是吧？对，我刚高中毕业，第1年出来到国外。对，因为我以前从小到大也就是正常的普通高中，对正常的环境，转变发生的如此之快，但我也有一点点感谢我女朋友，因为我女朋友是高中就在国外了，然后她有看 YouTube 上一些视频，不是很主流，但她好像总是抱有一点怀疑。我记得很清楚了，因为我跟她这么说之后，她给我的反应是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对我如此的，就觉得我好像挺傻的样子，就起码好像有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我当时也确实没有想要去知道，这是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因为一方面可能我也不知道是年纪的关系，我以前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很正常呀，因为在中国大家都是不聊政治的呀。你在信里面说，美股让你看到一个市场对财报、对通胀、失业率都有合乎逻辑的反应，这是你自己的话。而 A 股呢，你说 A 股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笼罩在上空，你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确实，当进入美股之后，你就会发现，固定的时候有固定的事件，出了财报之后，一家企业的股价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因为确实是很自然。如果财报表现好，它就会一下子涨很多，反之就会跌很多，所以这是当然是很合乎逻辑的事情。然后包括宏观经济上的问题，会发现美联储的很多决定会对宏观市场会有影响，你会发现宏观市场会对具体的个股会有影响，因为会发现某一些大的股票跟指数的走势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在 A 股大概我就没有看到这些事情，然后就感觉 A 股大家也不是特别关心这些很具体很客观的事情吧，大家可能更在追逐某些话题。你在那个信里面还提到了巴菲特，你能说一下？巴菲特他提到过，他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决定性因素，是他认为自己生在美国是很幸运的。这是我最近感受，其实不限于金融上的事情，
因为我会发现，对于我自己经历而言，可能对于身在美国或身在欧洲的人来说，投资美股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从小到大，他们就自然而然，父母就会跟他们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的障碍，换汇是没有限制的，你可以随意的去，这是自由的。然后投资也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了解到这些东西，非常的不容易吧，经历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才能了解到这些事情。所以说，确实可能有些事情一开始对就决定了。这次中国政府处罚这几家跨境券商，等于说控制中国人到这个网上开券商的账户去交易美股，你现在怎么来看呢？就是这件事你怎么看呢？我因为这件事，我还特地了解了我以前不太了解的一个常用语吧，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以前大概不知道它是具体什么意思，但是确实，当政府不让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有它某种特别的地方。大家有网上开玩笑说，如果美股真的能赚钱，那你就肯定不那么容易能去炒美股了。其实很多人是被启发了，是吧？他们以前都不知道炒美股是能赚钱的，是吧？对，就是跟很多审查之类的事情，大概也是异曲同工吧，就这种感觉。你以后想要回国吗？大概在大一、大二，可能要到大二的时候，我都是坚定的以后要回国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不是很合适，但确实财产的问题，我也觉得不是很好处理，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我父母肯定是会留在国内，所以大概会是两头跑的一个情况。对，你有没有跟你父母谈过呢？聊过你的打算？我有跟他们说，我有点想在英国买套房子。因为当然也是看起来是合理的事情，我也没有跟他们完全的说我的想法，因为我接下来还要读博，可能还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买套房子比起租房可能是经济上更合理的一个选择。我有点灰心丧气，是我父母，我跟我妈说，因为我妈是一个开明派，她是一个头脑比较灵活的人，她比较支持我这件事情，然后她跟我父亲去商量，我父亲就不是很乐意。他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在国外买了房之后就不回来了，因为可能在国外生活太舒服，但他言下之意当然就是希望我以后一定要回来，不可以留在国外的样子。我的想法就是，对啊，我如果在国外别人都觉得舒服的话，为什么不呢？你觉得他们不够尊重你的选择，是吧？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由吧，虽然确实这中间有一些 trade off， 毕竟父母他们需要在国内，但是我可以尽量去做妥协，但是确实希望尽量去调整吧，不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国内，这是我实际上想要去慢慢去做，找到一个平衡的地方，因为确实你完全转过来也不现实的样子。我还想问一下，你25年1月份投进去，就你投了多少钱？就比如说投了5万美元，你到现在收益怎么样呢？收益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了，这当然也是我需要现在要开始警惕的，但确实快要翻倍了，都快要翻倍了。都快要翻倍了，那你不是买的指数基金啊，你是买的别的嘞？对，因为一开始是指数基金，然后后来我开始买具体的股票，然后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发现美股有很多的工具，当然每个工具都有自己的利弊，有各种不同的风险，但确实它可以增加你的收益。但最近确实因为半导体行业整体它的业绩都很好，如果选对了方向的话，确实收益就最近比较的可观。但确实，它的波动也会非常的大，所以还是要注意，要当心的。好，谢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
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者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谢谢大家。